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克兰持续推进，俄空军撤离战场。俄军一夜打下1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炼油厂起火受损。红军村，乌克兰防线坚固，俄军伤亡惨重。F-16坠毁事件持续发酵，不排除有军无伤。北约秘书长称，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不违反国际法。普京用马换炮弹，俄罗斯没钱了。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多个独立信源报道称，距离乌军攻入俄本土已经过去了25天。尽管进攻势头明显放缓，但乌军的推进并未受挫，正在持续向俄罗斯西部推进，兵锋直至库尔斯克州首府，并试图切断俄军的补给线。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1日，乌军正在库尔斯克州的多个地区发动攻势，距离库尔斯克西部重镇格卢什科沃仅有10公里。格卢什科沃是谢伊姆河以南的最后一个俄军据点，有3000名以上的俄军。依赖格卢什科沃提供的补给，一旦实现，这些俄军很快就会变成孤魂野鬼。有消息称，乌克兰在此地投入了多种先进武器，持续骚扰俄军防线和补给运输，并准备在格卢什科沃附近发起进攻。为了摧毁俄罗斯的补给线，乌军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对俄军正在修建的浮桥采取打地鼠式的攻击，重点袭击俄军正在建造的桥梁和工程车，阻止俄军补给车队渡过谢伊姆河，给俄军的给养运输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此外，根据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乌克兰机组人员正在为米格29安装捷达姆炸弹。画面的最后，乌军正在使用制导炸弹攻击俄军浮桥，似乎暗示乌军已经取得了库尔斯克方面的制空权。目前，由于乌克兰的战线推进，乌军的战术导弹已经可以覆盖俄军的前线机场，俄军正在将飞机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机场撤回。据白宫官员称，针对乌克兰境内的滑翔炸弹袭击减少了90%。乌克兰方面也表示，库尔斯克攻势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北的空袭。在北方的克列涅沃市和南方的博尔基附近，乌军同样发动了攻击，将战线继续向东推进。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军正在对乌克兰占领的苏贾市持续发动空袭和炮击。乌克兰第80独立机械化旅则称，他们在库尔斯克缴获了7辆俄罗斯坦克，其中包括全新的 T90M 和 T80 BVM 等。此外，尽管俄军防线持续后撤，但俄罗斯国防部连续第25天表示，在俄陆军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俄军成功击退了乌克兰的入侵。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9点，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一夜之间击落了158架无人机。前一天夜间，乌军的无人机抵达莫斯科郊外，莫斯科炼油厂的地区有浓烟升起，当局正在使用消防直升机灭火。尽管库尔斯克攻势大大减轻了乌克兰东北战场的压力，但对乌克兰红军村附近的俄军并没有多大影响。以红军村为中心，从格罗季夫卡到诺沃赫迪夫卡，再到谢里多沃一线，俄军用了半年的时间向西推进了34公里，形成了一个突出部。目前，俄军前线距离红军村已经不足12公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里是目前俄乌战场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双方针对沿线城市不断进行拉锯和争夺。截止到消息发出时，俄军已经从7个方向发动了23次进攻，但都被乌军打退。本月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正在将顿涅茨克前线的部队撤出，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阻止乌军推进。然而，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库尔斯克方面的俄军参加过托雷茨克和红军村附近的战斗。可以认为，俄军高层并不愿意将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回库尔斯克地区防守。尽管有着充足的预备队可以供俄军调动，但在红军村前线的战斗中，俄军遭受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考虑到目前的推进速度，俄军能否继续前进仍然有待观察。该地的居民已经接到撤离命令，许多人开始乘火车离开。与此同时，俄军对苏梅地区的轰炸仍在持续。据苏梅地区军事管理局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导弹炸毁了一辆用于收割粮食的乌克兰卡车，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随着泽连斯基撤职乌克兰空军司令 ，F-16坠毁事件持续发酵。上周，俄罗斯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大量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等。乌克兰空军证实，飞行员奥列克西梅斯在击落了3枚巡航导弹和1架自杀式无人机后坠机身亡。起初，梅斯所驾驶的飞机型号并未透露，但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确认，坠毁的是一架 F-1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称 ，F-16的坠毁是由于飞行员的误操作，而不是由敌方火力造成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并未给出具体原因。而《纽约时报》则报道称，一位美国官员在听取了初步调查汇报后表示，有迹象表明爱国者导弹导致的友军误伤可能是飞机坠毁的原因，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事实上，美国那边对 F-16的动向同样十分关注。上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约公共论坛上宣布，美国空军第68电子战中队与丹麦和挪威空军进行合作，向乌克兰交付 F-16。值得注意的是，驻扎在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第68电子战中队是美国空军的电子战专家，在开发、测试和提供全频谱电子对抗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去年，一名美国空军上校向《空军时报》透露，驻扎在欧洲的 F-35A 曾多次抵近俄罗斯边境，利用 F-35强大的机载电子战套件收集俄军防空导弹的识别信息，并送回美国国内加以分析。报道称，为了有效适应俄乌战场，美国空军第68电子战中队的专家为派往乌克兰的 F-16重新编写了程序。据称，利用重新编程的电子战吊舱 ，F-16可以暂时获得空中优势，实现对俄军重要战略目标的精准打击。新加入的电子战吊舱和 F-16坠毁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但考虑到乌克兰前线混乱的局势，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首次就乌克兰攻入俄本土的问题上作出回应。他向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表示，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是合法的，属于其自卫权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强调，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有权并有充分的理由越过边境行使自卫权。但同时，他也指出，在进攻库尔斯克的行动上，北约并未参与到乌克兰的计划中。在此前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上，斯托尔滕贝格重申了北约的立场，强调北约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设备和弹药，以抵御俄罗斯的进一步攻势。与会的北约各国同意创建一个新的北约指挥部，同意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培训等项目，并将于今年9月投入运作。而据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前驻北约大使库尔特·沃尔克在布拉格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表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表明，俄罗斯的能力已到极限。沃尔克说，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调动军队来保卫俄罗斯，我们应当利用这一优势，使用远程武器系统在俄罗斯军队重新部署过程中对其进行打击。而乌克兰议员奥列娜则表示，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进一步说明了俄罗斯没有升级局势的能力，沉重地打击了俄罗斯的士气。据《泰晤士报》报道，一批来自俄罗斯的纯血奥尔洛夫快步马跨过俄罗斯的东方边境，运往朝鲜境内，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奥尔洛夫快步马以出色的速度和耐力闻名于世，是最有名的俄罗斯马，有着精致优雅的步伐，深受19世纪沙俄贵族喜爱。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15家马场饲养纯种的奥尔洛夫快步马，其中绝大多数都位于俄罗斯境内，乌克兰也有一些，但全球范围内总数不超过1000匹。是十分珍贵稀有的名马，受到了金正恩的青睐。在朝鲜媒体的官方宣传中，他所骑乘的正是这种马。据韩国媒体报道称，朝鲜当局在2年前就开始从俄罗斯陆续收到马匹，这些名贵的纯血马被认为是俄罗斯贷款的一部分，用于向朝鲜换取俄乌战场上稀缺的炮弹。今年6月，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协议，承诺两国开展军事合作。同月晚些时候，朝鲜领导人将一对朝鲜特产的风山犬赠送给了普京作为回礼。俄罗斯在8月初向朝鲜运送了447只山羊。上周，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多支电子竞技队伍共同参加了第5届使命召唤捐赠杯比赛。这是一项国际性的公益电竞赛事，由游戏开发商动视暴雪出资，获得的收益用于帮助退伍军人重新融入平民的工作环境。此外，有评论称，美军此举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军，提升各军种的整体形象，给年轻人群留下一个好印象。本次大赛最后由美国陆军代表队赢得冠军，英国皇家空军代表队获得亚军。据美国防务博客报道，美国一家造船和海洋工程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小型无人攻击艇，名为迅捷海行者。在外观上，迅捷海行者与普通的载人快艇颇为类似，都有一个带顶棚的驾驶舱，然而这只是它的伪装。实际上，所谓的驾驶舱其实是它装有4枚 AGM-179 导弹的弹仓。当它要发起攻击时，弹仓就会向2侧开启，4枚 GM-179 导弹将会对敌人进行精准打击。在洞壁上开无人艇的最高航速
超过55公里每小时，有效航程1800公里，续航力长达40小时，具备长时间作业能力。在电子设备上，该无人艇配备有远程遥控系统以及爱系统，能够进行自主巡航任务。这些功能可以使美海军能够有效监测和应对海岸线的威胁，增强海上安全。此外，美海军表示，军舰海行者还能够在危险水域中执行监视和拦截任务，比如在亚丁湾，又或是俄乌战争的海上战场，自美以及 M179 导弹不会打击任何有威胁的敌对目标。据印度时报8月28日报道，印度国防部已与美国西格沙尔公司签署了7.3万支载机716步枪的架构协议，预计于2025年底完成交付。2019年，印度陆军分别与美国和俄罗斯签订了7.3万支载机716步枪和50万支 K203 步枪的采购协议。目前，印度陆军已收到美国提供的6.6万支载机716步枪，并分配给了前线部队，而 AK203 步枪的交付行动却受乌俄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延期。为了填补 AK203 步枪延迟交付所造成的空缺，印度陆军最终决定选择继续加购 SIG 716步枪。据美国媒体报道，8月28日 ，SpaceX 计划利用猎鹰9号火箭将21颗星链卫星成功送入轨道，但在发射过程中，该火箭意外爆炸，随即坠入大西洋。事故发生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立刻停飞了该火箭，并对此展开了全面调查。媒体表示，这是猎鹰9号火箭近2个月来的第2次停飞，第一次是在7月11日，当时猎鹰9号火箭在一次例行发射任务中，由于第2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失败，导致未能将搭载的星链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而这也是猎鹰9号火箭7年多来第一次发射失败。根据 SpaceX 公司提供的信息，猎鹰9号火箭已经多次发射成功，甚至已经刷新了某些方面的记录。然而，近期的这些事故可能会导致 SpaceX 必须要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重新申请火箭发射许可证。另外，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网站称，猎鹰9号此次停飞可能会影响到后续一系列航天活动。对于火箭具体会停飞多长时间，目前各方说法不一。有媒体表示，相比于7月发生的事故，这次的情况要好得多，只是影响了火箭第1级的着陆，而猎鹰9号的上面级仍按计划将星链卫星送到了近地轨道，因此猎鹰9号可能停飞时间会很短。不过，即便停飞几天，也会对 SpaceX 的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飞行任务产生严重影响。据悉，该任务需要猎鹰9号火箭将载有宇航员的龙飞船 SpaceX Dragon 送入距离地球约1400公里的轨道，并使用 SpaceX 设计的新型舱外航天服进行人类史上首次商业太空行走。按照计划，宇航员原定于8月26日执行上述任务，但因在发射前检测到氦气泄漏， SpaceX 不得不将发射计划推迟到了8月28日上午。结果当天又因天气恶劣，再次取消了发射计划。如今随着猎鹰9号被停飞，相关的发射任务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据自由时报报道，8月30日，一架驻日美军的 HE 直升机从冲绳普天间基地起飞，随后因发动机意外故障，最终紧急降落在50公里外的庆良间机场。报道称，除直升机发动机故障外，机上人员并未出现伤亡。目前，机组人员正在调查这架直升机发动机故障的具体原因。据印度国防部声明显示，印度第一艘国产尼尔基里级巡防舰尼尔基里号也于近日展开海试。尼尔基里级巡防舰既由施伯利克级巡防舰改建而成，其采用了模块化的建造方式，大幅提升了整体性能，尤其是在武器方面，除了搭载一门76毫米舰炮外，还配备有印度版的 RBU-6000反潜火箭发射器、AK-630精破武器系统、8枚巴阿莫斯高超音速导弹、32枚中程防空导弹，具备强大的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在感测器套件方面，该级舰也进行了全面更新，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系统，包括舰首声呐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对空监视雷达、导航雷达、电子战套件等等。按照印度 17A 计划，总共将建造7艘尼尔基里级巡防舰，其中4艘由马扎钢船务有限公司负责建造，剩余3艘则由国阿造船厂有限公司负责。第一艘舰艇
也就是尼尔基里号，本应在2019年下水，但受到疫情和其他因素影响，整体进度被拖延到了现在。预计今年12月，尼尔基里号将正式交付给印度海军。至于剩下的6艘同级舰艇，预计会在2027年之前正式投入服役。此外，还有媒体表示，印度海军可能还会选择额外投入83亿美元，来架构8艘尼尔基里级的后续舰。这笔订单大概率还会由上述2家造船厂共同负责。据美国媒体8月28日报道，波兰国防部长卡梅斯在近期的援乌行动上进行了一次公开表态，表示当波兰接收到美国的 F-35之后，将会考虑继续向乌克兰援助米格29。在此之前，乌克兰已经接收到了欧美驰援的第一批 F-16战机，原以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将因此大幅提升。但是在面对俄军的高价悬赏以及多重火力的威慑之下，这些 F-16并不能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再加上乌克兰目前拥有的 F-16F 成员并不多，因此乌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可能更需要苏联时代的米格系列战机，因为乌克兰诸多飞行员均可熟练操作此类战机，且这些战机不会受到类似于 F-16的特别关照。波兰、德国和斯洛伐克曾向乌克兰提供过一些老旧的米格29，但大部分都已无法参战，只能用于提供备件。而在波兰现役的战机中，拥有多架具备作战能力的米格29，但卡梅斯表示，这些战机目前还需保卫波兰领空，只有等到美国的 F-35交付之后，才有可能会进行替换。今年8月28日，美国为波兰生产的第一架 F-35已经离开制造工厂，按照制造进程来算，首批6架 F-35可能会在2025至2026年间完工。不过有媒体表示，这6架 F-35并不会直接进行交付，而是会留在美国阿肯色州艾宾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对波兰飞行员进行 F-35的飞行训练。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一切顺利的话，波兰想要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至少也要等到2026年以后了。2023年，罗马尼亚宣布了一项关于采购32架 F-35战机的计划。鉴于当前的乌俄战争越来越紧张，罗马尼亚决定加快采购进程。今年8月28日，罗马尼亚国防部特意发布了一项法律草案。一方面，罗马尼亚制定了新的财务规定，如免除了海关延迟付款带来的罚息，允许国防部直接管理在纽约银行的外汇账户等。可以这么说，在资金方面，罗马尼亚已为 F-35的交付行动开启了全面绿灯。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在接收到 F-35之后对其进行更好的维护工作，罗马尼亚还专门设置了财务激励措施，而为管理和执行该工作的人员提供额外50%的工资奖金。此外，为了能够确保这些 F-35战机在交付后可直接投入使用，罗马尼亚早就着手有关 F-35飞行员的训练，参与了北约飞行员的培训计划。如果采购事项一切顺利的话，预计第一批 F-35将会在2030年后抵达罗马尼亚。据以色列时报8月29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动攻势，击溃了哈马斯拉法旅。此外，报道还称，以色列国防军在费城走廊沿线发现了150多条隧道，大约80%的隧道已被摧毁。8月28日，意大利海军对外宣称，加夫尔号航母搭载的 F-35B 机队已达初始作战能力，可正式参与到部署行动中。意大利总计采购30架 F-35B 战机，平均分配给海空军驾驶。目前交付的8架已全部部署在加夫尔号上，其中6架来自海军，2架来自空军。尽管这些战机来自不同的军种，但其累计飞行超过2700架次，并有长达2600小时的飞行时数，已经能够协调作战。目前，意大利已经成为了欧盟中唯一部署第5代舰载机的国家。至于加夫尔号航母上剩余的航空兵力空缺，将由 AV-8B 承担。等到全数接收完 F-35B 之后，将会陆续对其进行替换。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